救命！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我！小雨，你要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林氏总裁醉酒，失足坠楼。这个新闻标题你觉得怎么样？小雨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别叫我小雨，你没资格那么叫我。小雨，我是你爸爸呀！林恒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小雨那是我的女儿。说什么？我小叶资助你上学工作，甚至让你当我公司领导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应该属于我的，是我们是因为你，我们一家人20年前就在一起了。要不是我，你现在还在大山里狼心狗肺的畜生！都说了让你们趁他没醒的时候动手，我现在听到他的声音就烦。娇娇啊，你别生气嘛。林恒帮咱们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，咱们得让他当个明白鬼啊，是不是？我就看在你资助我上学的份上，我让你死个明白。我和娇娇啊，早就在一起了，而且还生下了小雨，怎么样？刺激吗？娇娇，我对你这么好，20年来，你从没有缺过钱，你竟然吃力不讨好！那又怎么样？一点情趣都没有，整天只知道工作。找你还不如找条狗。你要怪啊，就只能怪你自己。你说我都回来了，你还不把公司交给我，那我就只能让你意外死亡了。我不把公司交给你。小雨啊，过几天就是你跟小雨回国的日子。现在你事业腾飞，到时候我把公司交给你们2个人，你一定要好好辅佐小雨。放心吧，爸，您收养我这么多年，我一定会好好帮小雨姐的。我本来想过几天把公司交给小雨，再让收养20多年的小影辅助他，可没有想到，他竟是一只白眼狼。怎么样？没话说了吧？你就去死吧！讨厌你们，你们却这么对我。如果我有本事，我不会放过你们。他终于死了，我们一家人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。你的一切现在都是我的了。我不是坠楼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现在是小雨回国的日子，难道我重生了？去死吧！老公，你不是要去接待合作商吗？怎么还没出发？一模一样的对白，看来我真的重生了。这么急着让我走吗？怎么会？我只是害怕你耽误了接待。你看，这是股份转让合同。今年是小雨留学回来的日子，我就没让他介绍公司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真的是对女儿太好了。等小雨回来，一定会好好帮你打理公司的。上一世我本想给你们一个惊喜，却惨遭你们的杀害。这一世，我就如你们所愿。讨厌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老公马上就出门，你快点来。哥，你来了啊！过去是我太蠢，胡说那些本该怀疑的蛛丝马迹。这一世，该你们付出代价。
娇娇，我来了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我自己家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公，是我叫萧天来的。一会儿我不是要去看项目吗？昨天晚上都没怎么睡好，我可不想自己开车。是啊，你看你都没时间，只能我陪嫂子去了。哎呀，那还真是麻烦你了。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亲哥，咱们兄弟之间这算什么呀？要不是你割断绳子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恐怕我还真会相信你的话。是吗？当然了。老公，你赶紧出发吧，可别耽误了正事儿啊！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那天衣无缝的计划早被我知道了。今天就是你们得到惩罚的日子。哎，今天小雨就回来了。等这个蠢货啊，把股权协议转让给他，那咱们以后就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每天看着那张臭脸，烦都要烦死了。哼，这以后啊，我就能住在他的房子里面，玩他的女人，花他的钱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坏呀？还想花我的钱，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一个看项目的人都来了，我当然也得来呀。哎呀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这娇娇也是太想小雨了嘛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哈哈，你比我这个当父亲的还要上心啊！咱们兄弟之间分什么你我呀？我早就把小雨当成我亲生女儿了。明明是自己的女儿，还在这装不错呀，真是难为你。王叔叔，哎，小雨，你果然没有食言，真的来接我了。哎呀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当然要做到了。小雨，这些年呀，你王叔叔快想死你了。大哥，我来吧，我来。小雨，赶紧给你爸爸打个招呼。爸爸，爸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让我继承公司啊？还真是简单直接啊！上一世就是从这时候就对我起了杀心了。哈哈，我这样告诉你啊，今天就召开发布会，宣布你成为新的公司继承人。谢谢爸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管理公司的。等发布会一过，就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。林恒啊，林恒，真是谢谢你这个好大哥。小雨，你到了。哦，好。发布会上我会送你们一份意想不到的大礼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林氏集团正式交给林宇接手。林总怎么说转让就转让？这么大的公司。是啊，林总对女儿可真好。夫人，林总对您生的千金这么好，恭喜您呀！今天难得大家都在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。这就按耐不住了吗？各位，其实呢，小雨是我和娇娇的女儿，这是亲子鉴定证明啊。林总，可以把我女儿还给我了吗？林总，小田，你是不是高兴晕了？现在的林总是我们的小雨。林雨竟然不是林总的亲生女儿，林夫人出轨了。林总刚转让股份就穿人切，这肯定是他们密谋好的。这不是明摆着骗钱吗？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玩。你们一个是我爱了20年的妻子，一个是我资助了20年的贫困生，你们竟然背着我做这种事情！爱情里边哪有什么对错呀？这些年我面对一个不爱的男人，我早就受够了。这是你对我这些年的补偿。真不要脸！我听说这王啸天之前还被林总资助过呢。
林总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好，既然你们心意已决，我无话可说。小雨，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小雨，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你叫我这个名字。血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，你没资格这么叫我。把它签了，离开我吧。看在你收养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可以让你在公司当个保洁员。就算不是亲生的，这么多年该有感情吧？怎么能让林总当个打扫卫生的？还不是随了那个王啸天，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哎，小雨，怎么能这样呢？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要懂得感恩。好吧，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你以后就在公司当保安吧。我抚养了你20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那怎么了？要不是你，我们一家三口早就团聚，还用得着每天在你面前遮遮掩掩？世上怎么有这样禽兽不如的白眼狼？林总，这件事情不能这么算了，你跟他们打官司吧。是啊，林总，我们大家都会帮您的，我们都是您的证人。是啊，林总，不能放了他呀！算了，我同意。这样下去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呀！林总，您别同意啊！您夫人出轨在先，他完全可以净身出户的。我们的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签下这次也算是对上一世的告别，这一世我不会再惯着你们了。妈，你快看看，这可事关我们一家三口团聚，可不能出差错。林恒，你还真是个蠢货！不怕告诉你，早在你资助我的时候，我就跟娇娇啊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在你工作加班的时候呢，我们两个也在加班。就在你家的卧室，我们呀把所有的姿势都做了一遍。哎呀，啸天，说这个干什么？怪不好意思的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现在整个林氏都是我们的，我看谁敢忤逆！今天的事情全都给我烂到肚子里，谁敢多嘴，别怪我林氏集团让他在江城混不下去！太好了，啸天，这么多年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挽你的手了。爸妈，咱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。等等，你们今天送了我一份大礼，礼尚往来，我也要送你们一份大礼。这是这不是林家的传家宝吗？今天怎么请出来了？是啊，林总这是要干什么？这块屏风本来是要送给我的继承人李宇的，如今李宇不认我，但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是得送给你们。什么？林恒有病吧？亏我刚刚还替他这么不值。林总一向行事果断，今天怎么脑子跟进了水似的？林恒，你不会打算就送这么个破玩意儿，就想让娇娇和小雨回心转意吧？你注定是孤家寡人。就是，你就别痴心妄想，我是不可能认你这个怂货当爸。不过是给你们家一针镇定剂而已，你们也配碰我林家的传家宝？各位，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，后会有期。怎么，林恒这就夹着尾巴跑了？我还真是高看你了，我还以为啊你会挣扎一番呢。现在挣扎还有什么用？整个林氏集团现在都是林宇的，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算你识相啊！看在你今天表现不错的份上，以后你要是没饭吃啊，你记得来我家。我家的狗有一口吃的，那就有你一口吃的。哎呀，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怎么能跟我们家的狗比呀？
你们现在笑得多欢，后面就哭得有多惨。死舔狗的东西真多，赶紧扔出去，省得碍我的意。林恒，你来的刚好，赶紧带着你东西滚蛋！我可不想沾上你的晦气。这是我家。哼，林恒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已经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小雨，包括这栋别墅，这是谁的？是我家。我说你还真是蠢，那么轻易就把一切都拱手相让，做人做成你这样，可真是失败啊！失败？切除你们这3颗毒瘤，是我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。哎，老婆，别生气嘛！啊，你看他现在像不像一条流浪狗？随便狗叫几声罢了，别跟他计较。你说的对，我才不和流浪狗计较。你们就这么肯定流浪狗是我，而不是你们？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爸，他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你搭理他干啥？知道你没钱，给你提前预支了1个月的保安工资，赶紧带着你东西滚！爸妈，搬回家。今天过后，你们就真的成为流浪狗了。计划可以开始了。是，签约仪式上，我会让他们知道背叛您的代价。真期待你们得知真相后那副丑陋的嘴脸。这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怎么跟厕所一样？哎呀，爸，你可说错了，咱们家的厕所可比这大多了。林恒，没想到你竟然蜗居在这种地方。我以前怎么会跟你这样的废物在一起？想想都恶心。有事说事，没事就给我走，别影响我吃饭。哎，我说林恒，你说我们好心来看你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啊？好心看我怎么觉得你们反而在碍事呢？慢走不送。碍事？你一个臭保安能有什么事？我们能来这里，那是你的荣幸。哎，怎么总感觉有嗡嗡嗡嗡嗡的声音？我最烦吃饭的时候，苍蝇在旁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们是苍蝇啊？你这么着急对号入座干什么？哎，何必跟这种小地方见识呢？他现在也就只能过过嘴瘾。你现在就是一个臭保安，在这跟我们甩什么脸子？你还以为你是临时总裁呢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些年把你惯得不成人样，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了，是吗？道歉！你在这装什么你？昨天在发布会怂得像个狗一样，比现在冲着小雨吼什么好？就是，现在知道嚣张了，你这个欺软怕硬的东西！刚才还真差点被他吓住了。你现在就是个一无所有的废物，你再吼我一句试试！再敢动我一下试试！你也就只会过过嘴瘾。小雨，咱不跟这样的废物一般见识。反正现在公司已经是你的了。好，反正我刚刚跟唐氏集团谈了合作。唐氏？什么唐氏？唐氏集团可是江城首富，业内鼎鼎大名的明星企业。今晚我们2家公司举行签约仪式，签约仪式一过，我们公司一定能更上一层楼。哼，你们永远都想不到，唐氏集团的总裁本该是林雨的助手，是你们亲手毁了这段合作。爸妈，你们就等着享清福吧。至于这个老家伙，就让他在这个破房子里孤独终老吧。哎呀，我们的小雨啊，就是有本事，不像某些人。小雨啊，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合作啊！还不是遗传了我的基因？哼，比你这个废物强了100倍！自从我把公司交给他们，他们就迫不及待改名成了王氏集团。这一改，公司可就大不如从前了。怎么又签约了？要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？
因为林宇骄奢跋扈，公司员工大批离职，处处失误亏损，而现在唐氏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。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握好这次机会的。这亲生的女儿啊，就是听话啊。男人就得像我这样，找一个好女人，再生一个有本事的孩子。哎呀，老公，你是最成功的男人。哎呀，成不成功不一定，但是啊，林恒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蠢的蠢货。你们3个现在就给我滚，要不然一会儿就跟这个碗一样。老公，小雨，咱们还是先出去吧，林恒怕是要疯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身在今非昔比，绝对不能跟这个阴沟里的臭虫一般见识。走。这林恒不是疯了吧？他以前哪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就是啊，我刚看他的眼神，真有点吓人。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，而且他这个状态太反常了。咱们不会有什么纰漏的地方吧？哎呀，老公，你别想那么多了。这林恒啊，现在一无是处，掀不起什么浪花。咱们的好日子啊，才刚刚开始。就是吧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林恒这个老废物做不了什么妖的。是啊，好日子确实才刚刚开始，不过不是你们，而是我。我听说这唐颖年纪轻轻就雷厉风行，而且刚留学回来，真是个女强人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唐颖要是真这么厉害，他干嘛跟王氏合作呀？这林宇讲白了，不就是个白眼狼吗？我可听说了，这宴会呀，就是那白眼狼为了讨好唐氏总裁唐颖特意举办的。这不是林恒吗？他怎么穿成这样，还跑这儿来了？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故意过来捣乱的？要是这种事情发生在谁身上，谁能受得了？哎，等着吧，今天有好戏看了。今天是唐王两家合作的大日子，你这个死穷鬼，怎么混进来的？林恒，赶紧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我既然能出现在这里，当然是凭邀请函进来。他也装得太厉害了吧，真的是。估计啊是受刺激太深。你说一个小保安他怎么能来参加这种宴会？就是林恒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今天宴会的所有邀请函都是我准备的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凭邀请函进来的？你还要脸吗？哎呀，看他说的有模有样的，我还真以为是你把他邀请来的，原来是有人脸都不要了，在这儿胡说八道。看他这穷酸样，身上臭烘烘，赶紧把他赶出去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林恒，今天是个大日子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你现在滚，我可以赏你点钱。我说了，我是受邀参加宴会的。哎呀，他也太能装了！哎，现在还不走，一会儿等保安来了，就会把他给丢出去。现在就给他丢出去。既然你敬酒不只吃罚酒，来人，把这个无赖给我拉出去！慢着，怎么想通了？反了，给我拖出去！我这里有邀请函，你们确定要把我赶出去吗？不可能！今天宴会所有的邀请函都是我亲手准备的，怎么会给你一个臭保安？林恒，你还真是让人恶心。你好好当你的保安就行了，非要往这种场合挤。你看看你穿的，你配来这儿吗？对，快点，把这个无赖给我拉出去！如果这邀请函是唐颖送给我的呢？不可能，唐颖怎么会认识你这种废物？小月，你快看一下，这个邀请函是不是真的？这邀请函竟然是真的！这，快说，这邀请函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是唐颖给我的。不可能，唐总说了，他只邀请了一个人，是他最重要的人。我是不是他最重要的人不知道，但这邀请函确实是他给我的。如果你不欢迎我，我现在就可以走。娇娇，
这林恒不会真的认识唐颖吧？啊，如果是真的，那咱们这合作可就危险了。应该不会吧？我跟在林恒身边这么多年，没见过什么唐总。这事儿不对呀，这邀请函该不会真的是唐总给的吧？这看起来像真的呀。看来这事儿有反转啊！你说，要是这林恒和唐总是真的认识，那今天这事就有意思了。唐颖刚从国外回来，我没听说过这两个人有什么交集啊。林恒，你到现在还在装啊？这么多年你身边的人脉哪个我没见过？还唐总给你的？人唐总现在刚从国外回来，是从梦里见到他们你。我知道了，哎，这个邀请函一定是林恒偷的。像他这种落魄的跟狗一样的人，怎么可能认识像唐颖这样的顶尖人物啊？没错，看他这穷酸样，连给唐总提鞋都不配。看他这穷酸样，连给唐总提鞋都不配。这林恒不像是那种会撒谎的人。说不定啊，人家真的认识唐颖啊，那这几个白眼狼就要惨了。现在没话说了吧？我看这邀请函根本就是你偷的。关于我跟唐颖的关系，没有必要告诉你。还在装？你说说，你跟唐总连面都没见过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哎呀，爸，还跟他废话干什么？他这种人，唐总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是吗？可是我现在能站在这里，没准儿一会儿唐颖还来找我。我真是受够你这副嘴脸了！都当上保安了，还在这装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给我上！把他给我拖出去，狠狠的打，打死了算老子的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再不动手，开除你们！哎，你们真要赶我出去？一会儿唐颖来了，这个责任你能担得起？废物！一个臭保安，还吓唬你们的，看不出来吗？好，今天谁要能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，就是谁的。准备抬腿，摇一手上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是唐总，是唐总。林恒没说谎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你看唐总那紧张样，说不定他俩真的是有什么关系呢。滚一边去！唐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在处理点小事儿，没来得及接待你。唐总，您认识林恒？哎，林恒就是一个臭保安，唐总怎么可能认识这样的废物啊？对，人家唐总是刚从国外回来的，你看那林恒，穷的连饭都吃不上，你这跟唐总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嘛！真是女大十八变，当年的小女孩已经能够独当一面。你瞅瞅你那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就你这样的废物，你配看唐总啊？唐总，我现在就帮你把他赶出去。林恒，赶紧跟老子滚蛋！别逼老子动手啊！你再敢动他一下，这辈子都别想出这个宴会厅。唐总，也太霸气了吧！竟然为了他说出这么狠的话！这看来这林恒和唐英是真的认识啊！这三个倒霉蛋完蛋了！唐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爸只是想赶走苍蝇的人，您对他动手干什么？爸，我来晚了。爸，我来晚了。这林恒不是一直在给别人养女儿吗？怎么自己突然冒出来一个女儿？你说啊，这他两个女儿，一个女儿是商业精英，另一个女儿却是白眼狼，怎么差距这么大？没想到这个林恒啊，还留了这么一手，不愧是商业大鳄呀！林恒，我说当年离婚的时候，你怎么答应的那么痛快？原来是你早就出轨了，女儿都这么大了。整天装深情，
让那些无知网友来骂我。我看你林恒才是那个最恶心的。他还真会演啊！明明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女儿，还住出租屋，就是为了装可怜是吧？我以前真的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，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虚伪恶心的人？够了！我爸对你的倾尽所有，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，你们丝毫不感激也就算了，还这么欺负诋毁他。你们以为人人都像你们这样卑鄙龌龊吗？小影，别跟他们计较，心脏的人看什么等脏？你说什么？证据都摆在面前了，你自己做的事儿还不允许我们说吗？到现在你还为他开脱？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他的年龄跟小雨一样大，你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女儿，你不是婚内出轨是什么？楚娇娇，你还有脸说婚内出轨这4个字？李恒，我抢了你的老婆和女儿，你有什么气？你可以给我撒出来！你让你的私生女假意跟我们合作报复我们，你算什么男人你？报复？时至今日，你还觉得我是在报复你？够了！你做这么多不就是为了报复我们吗？唐颖，我告诉你，唐氏和王氏的合作到此为止，我们不接受关系不清不楚的合作方，除非你现在跟林恒断绝关系，我可以勉强再考虑考虑。林雨，你们王氏亏成那样都要破产，你跟我谈合作，不就是想让我给你们出资救你们一命？还有，私生女是你，不是我。什么？这林氏要破产了？可林总在的时候明明还好好的呀！他呀，就是个什么不会的二世主，集团在他手上，早晚不都得破产？他还有脸说别人是私生女？他自己不就是吗？哪来的脸呀？你都知道，我又不瞎。要不是为了父亲，我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拯救你那即将破产的王氏集团吧。你少诅咒我们！什么叫拯救王氏集团？我们集团好好的。对，我们王氏好好的，拯救什么？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重生一次了，我让你们付出惨重的代价，对不起我自己。闭嘴！别在这神神叨叨的诅咒我们！我真是不知道该夸你自信呢，还是该说你蠢。你没看见你女儿都已经不敢开口了，你还看不清楚形势吗？林总，我们所有的供货商突然全都联系不上了，现在合作方正在催货，可我们什么都拿不出来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那就先找其他的进货渠道，大不了花高价进一批货顶上去，是解燃眉之急。试过了，可是根本没有人愿意把货卖给我们，所有的渠道都被唐氏集团抢走了，而且我们的账户上1分钱都没有。现在王氏集团面临巨额违约金和大量亏空，公司要破产了。林雨呢？我滚出来！老子订了100万的货，货没见到，钱也没了，赶紧还钱！臭娘们儿，今天你不把违约金给我，老子他妈弄死你！你把我干什么？妈，你快救救我！他们救不了你，你没看到他们现在自身都难保了。林恒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敢害老子！林恒，你得不到我就要毁了我是吧？你算什么男人你？卑鄙也好，阴招也罢，现在动弹不得的可是你们。林恒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想办法给我摆平！你以为还跟以前一样，你皱个眉头，我就会照办？如果不把这件事情给我摆平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还真是跟王啸天一样，愚蠢又自信。你的原谅我根本就不稀罕，这些年你但凡学点本事，也不至于让公司亏损成这样。这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你生了个有本事的女儿吗？凭着一个私生女在这里耀武扬威，算什么本事？你凭什么觉得爸是靠我耀武扬威？难道不是吗？林恒他但凡有一点本事，怎么可能会把所有资产给我乖乖奉上？还不是靠出轨生下的野种报复我？真是恶毒！你敢对我爸不敬？再说一句试试！你敢打我？你个私生女竟敢打我！
我不是什么私生女，而是我爸从孤儿院领养的女儿。你一个孤儿院出身的，怎么可能有如此大的成就？你少拿我们当傻子了！这么多年，爸悉心照顾我，让我从一无所有慢慢爬到如今的位置。我的一切都是他给我的。我还以为真是林恒婚内出轨呢，原来只是个养女啊！该说不说，这林恒啊，确实厉害，一个领养的女儿就能把人家培养的这么好。只是小雨啊，这个林雨，你越看越像是一坨烂泥啊！那你为什么还跟我合作？我不这么做，怎么能让大家见证你们一家子白眼狼的下场？如今王氏集团在众目睽睽之下宣告破产，你们自己还有翻身的机会吗？我怎么？你们一定是在撒谎！你怎么可能会预料到后面会发生的事情？你早早的就培养出来一个孤儿来对付我！是，林恒一定是你出轨了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你们以为我跟你们一样阴险吗？我培养小颖的本意就是辅佐林雨，而小颖也从来没有辜负过我对她的期望。抚养林雨的同时领养个女儿，两个孩子平等对待，公平教育。可没有想到，一个已经登上了顶峰，而另外一个却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你放屁！你如果一直有唐颖这么厉害的女儿，怎么可能认我们宰割？因为爸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将她赶出家门，反客为主。如果不是你们二姐，林氏集团依旧会蒸蒸日上。是你们亲手把你们的富家生活推向了地狱。当初我们把你赶出家门，起码给你留了情面，给你口饭吃。你要把我们全逼死，还是那个阴谋报复的卑鄙小人！没错，我当初就是看透了林恒的本质，才跟他离婚的。现在把我们害这么惨，你满意了吧？住嘴！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爸？你图谋我爸的财产，和我爸结婚，婚内出轨，还生了个孩子，甚至还骗他说是他的孩子。还有你被我爸资助才有了今天，明明是受我爸的恩惠，却还在背地里捅刀子。还有你这个小白眼狼，爸这么多年有亏待过你吗？明明是你自己分不清人性丑陋，自作自受。你们不知恩图报，还个个想着谋划着怎么对付他。现在事情败露，还死不悔改，你们和人渣有什么区别？这林总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啊！他不惜毁掉林氏，要惩罚他们。这林氏啊和唐氏都是自家的，这林总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。不过这一家白眼狼却要彻底完蛋了。我跟你说，像这样的社会的渣子，那就活该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，但这一次蒙在鼓里的人是你们。林恒，我知道你不是狠心的人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旧情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？现在知道怕了，知道念旧情了。当初对付我爸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手软呢？之前不是我的本意，是他指使的我，是他一直勾引我，他利用我去害林恒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，我才会听他的。楚家长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胡说什么你？林恒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有意要害你的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林恒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伤透了你的心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。重新开始？怎么重新？我知道你一直忘不了我，其实我心里一直最爱的也是你啊！我只不过是一时贪图新鲜感，才会被王啸天给勾引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楚娇娇真不要脸，还能说出来这种话啊！是啊，要不是看他泪生俱下的样子，看他和王啸天的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我呀就相信了。小雨他确实是王啸天的孩子，不过那都是他强迫我的。我只是喜欢新鲜感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林恒。我强迫你，这个臭婊子，你胡说什么你？你闭嘴！当年就是你强迫我和你发生的关系，
我只是害怕影响到林河的生意，才没有报警。没想到给了你这个小人可乘之机。所以是他强迫的，那你现在报警也不迟。贱人，我看你敢！我不在乎什么名义，报警吧。怎么舍不得？我还以为你有大义灭亲的魄力呢，看来是我高看你了。既然你们情深意切，不如就一块儿享受接下来的地狱生活。不愿意，是王啸天他强迫的我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是一家人吗？你这个臭婊子，你当了婊子还有立牌坊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现在给他跪下来当狗，他也不会饶你的。林恒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只是见不得我跟你在一起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。狗有狗也是段精彩的戏码。好好爱我，那你是彻底不爱王啸天了？从今天起，我跟他断绝关系。是他害得我们夫妻感情破裂的，你一定不能放过他。是吗？看你说的挺有决心的，不知道做起来怎么样？来，报警吧。你这个臭婊子，你还竟敢报警！我打死你！我放开我，林恒，你救我！来呀，大家看看这副嘴脸，一个水性杨花、见风使舵的婊子！你放开我，滚开！你让我滚！当初让我跟你好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说你看见他就厌恶就恶心。现在你上杆子给他当狗！当初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。我恨你！林恒，快把这个疯子给抓起来！刚才还同仇敌忾的要去惩罚林恒呢，现在又开始狗咬狗了。这种人的感情啊，真是一点打击都受不住。我马上就让我老公报警抓你！哼，还说什么让我求你？你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？一个农村人，要不是我老公，你现在还在种地呢！你这个臭婊子，你说什么？农村人听不懂啊？哼，你们农村人就是诡计多，一直勾引我。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你敢，傻勾勾来的怂货！爸，你是不是觉得楚娇娇的下场太惨了？他一生都在利用别人，冥冥中早就注定是这样的结局。只可惜王啸天只被判了个终身监禁，真是便宜他了。像王啸天这样狼子野心的人，终身监禁恐怕比死还难受。怎么了？跟我还有什么话藏着掖着的呀？爸，我擅自做主，在业内封杀了林雨，他现在人人喊打，只能乞讨为生。你会怪我自作主张吗？我给过他机会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无论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我都给过林雨机会。爸，你当初为什么把屏风送给他们？这是林家的传家宝，我把它送出去，就是知道有一天我会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。而现在，它是你的了。